这种8500瓦的即热热水器怎么用才能省电？大家跟着我这个案例来看一看。8500瓦，这在家庭中属于大功率电器，1个小时8度多电。它这个出问题了，就是这个开上一会儿啊，对，这边就会跳，然后这边就跳了。对，然后呢？多长时间了？我过来1年多都是这个样子。它这个是40安的漏电保护器，按理说应该是能带起来的，为什么开上5分钟就跳呢？就光跳它是吗？对对对，然后它跳几次之后，外面那个总闸也会跳。外面总的也会跳。总的在哪一个看？总的在这个地方。总闸40的。线呢？进线还行，10个的进线。这个应该是分闸32的。这种情况是不是热水器一开电流太大，把总闸给带跳了呢？不应该呀，这个电流可以的。那还得去卫生间热水器这里看一下。我想通上电看一下热水器的情况。现在没送电。送电了吗？跳了，又跳了。啊？是的，一开就跳了。对，这一块。没电吗？这个闸也不行了，是不是？电闸也不行了，开不住了，控制不好了，电闸得换呀。墙里面的电线也不是太粗，它长期发热的话，它也会受影响。再打开看一下线盒里的线，2.5平方的。这种大功率的电器，这个线得4平方啊。里面呲呲啦啦的，显示是有电，但是你这个得换呀。2.5的线，这个得给你换呀，这个。这个里面呲呲啦啦的，然后送上电以后它还没电，都有味儿了啊！里边都有味儿，了。用电笔测他们家的线路是正常的，换一个漏保，出去买了一个新的，给它换上。还有这种电源线压线的时候要注意，尽量不要压到外皮。电线压到外皮会造成与铜丝之间虚接发热，虚接发热也会造成漏保或空开跳闸，或者是损坏。下面就看一下这种2.5平方的线，如果带8000瓦怎么去用。现在是换线是不可能的了，我用一个钳表给它掐一下电流，看得更直观。就是看一下2.5平方的线怎么能带动这个8500瓦的热水器，怎么用电流能小。它洗澡的喷头，热水器开机，然后打开这个水阀，喷头就出水，然后热水器烧水。首先它这个水阀你开的小，热水器它不烧水，它不用电。您看这个水流很小，看一下前边的电流，也就是说现在热水器没有烧水。把水阀再开大一些，水流一大就开始启动了，开始烧水，明显这个水压比刚才大。您看就这么个水压洗澡可以吧？也可以。看这种状态下电流，这个电流还在变化，电流在17、18安左右。再把这个水阀开大，听见嘎哒一声，里面加热又上了一个档。看电流25安了，也就是说您把这个水开得越大，用电越多，电流越大。这个水流压力明显比刚才大。再开大一些，看电流达到30多安。它这个再开大都没有意思了，再开大我估计水流也就那么大了。看开到最顶也就是30安左右。就这个电流2.5平方的线有一点吃力，就是它会发热的，所以它这个线受不了，我得把水流给它调小。
这个水流够用就行，尽量把电流保持在20安之内，这样看这个水流洗澡没问题。20安的电流4000多瓦，这样洗1个小时4度电，一般也洗不了1个小时，一般夏天洗澡也就几分钟。所以它这个水阀这个位置我给它刻个记号，就是每一次打到这个位置洗澡就可以了，别打太高。所以如果您墙里的电线不够粗，也可以用这种方法，把水流调小，它用电就少，而且一定要装漏电保护器哦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一下烧坏了2台空调内机，不显示了。厨房、洗碗机、咖啡机显示有电，但是开不了，一开自己就关了。但是插座测量显示电压正常。这一台换了配件以后好了，这一台还不显示。修空调的师傅正准备配件，这个是烧了个小水泵，好像是内机主板也坏了。烧坏的空调是2楼的，2楼的2个漏电保护器跳了，1楼的也跳过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来看它的总配电箱，在我之前找了师傅过来修，给换了一个总闸，就是怀疑是总闸不好。这个是换下来的，换上以后还是不好，2楼的闸又跳了，所以看我能不能给它找到原因。大概看了一下它这个总配电箱，可能跟您见过的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呢？随着我的镜头，您注意看，零线排，没错，上面接的零线，这边有零排，那一边就是地排，就是接地线。这有问题吗？地排上接这个蓝线，又接到了零排上，压在了一起，这样接有什么问题吗？它这是零地合一啊，搞不懂是后来接的还是本来就是这样接的。它下边还有接地排，一个从地下上来的镀锌扁铁，当然这个是压地线的，接地的，这个有问题吗？接着一块往下看，进来的主线有一根零线，有个地线，这个零线接到零排上，进来的地线压在地排上，它这个重复接地也没问题。换了总闸，故障依然在，没解决问题。关键问题它不是跳闸，不是没电，这3个电闸都是1、2、3楼的总闸，我先断电。一块烧2台空调内机，这个概率很低呀。我个人认为是电压高了，测一下它的输入电压。像这种情况，直接测电压，测不出什么来，一测都正常，进线380伏都很平衡，也不缺项。当然缺项它不会烧那个空调内机，空调内机是220伏的，那就测一下220伏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高不高。这个电压传到300多伏，家里的电器就有可能会烧坏。还行，测的电压3相电与零线都是220，都很正常。其实我判断是零线不好，但是没有证据，要么是断了，要么是虚接，都会引起烧电器。那就看一下它这个主零线是不是线鼻子没压好，感觉这个螺丝压的不紧，那是它的原因吗？如果说这个线头没压好，或这个线鼻子没压好，那会引起什么后果呢？你看这个鼻子是没压紧。再看这个地排，它这个地排也没压紧，一晃也活动。您说我怀疑这个东西有意义吗？它压不压紧跟烧电器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外边进来的零线有问题啊？当然它压这些零线压的都很好，压得很紧。我看着它这个零线在这晃，我心里就不得劲儿，所以我想打开看看是不是它的原因，把主零线的这个螺丝给拆掉，直接用手去拆零线，上面不带电吗？这个拆的时候一定要关掉总闸，不然的话这样拆是很危险的。拆掉这个零线，看有没有新的发现。零线压的铜鼻子，挂的焊锡，看着没问题。再来看这个线鼻子，有发现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上面堆了一层什么东西？这是像铁锈一样。看一下这个鼻子后边，拉近镜头你看一下，就像被老鼠咬过的一样。你猜上面黑乎乎的是什么东西？我先把这个螺丝拿下来。真相离咱们越来越近了啊！你看这个螺丝后边，这都是被电弧打的，都发黑了，然后上面很多渣渣。再看这个铜牌，上面那个渣渣掉了，
这一块也跟老鼠啃过了一样，吃进去了一块，找一下那个渣渣，掉这来了。这么一大块东西，我是第一次见这东西，大家有见过的吗？它垫在零线和零线排之间，长期的虚接发热打火，接触不良，这个东西还是很少见的，价值连城啊，估计可以在北上广换一套房子。原因找到了，怎么来处理呢？它这个鼻子没问题，等一下把表面处理处理再压上。这个零线也没问题，线鼻子刮了焊锡没问题，但是这个地方不能用了，不能再压零线了。要是能打磨出来还是可以的。还好它这个零排上面还有一个压线螺丝，和下边那个是一样的，那就用上面这个螺丝来压零线。等一下我把它打磨出来压零线。这个鼻子表面也打磨一下，其实我感觉它接不接都行，还是接上吧。我把它压在下边，把这个表面给处理一下。线的长短没问题，零线只要压紧了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好了，这样上边压紧了，下边也压紧了，地排压紧，这些螺丝都没压紧，都得紧。测的1楼2楼电闸电路都不漏电。看看咖啡机，好，没问题。2楼的电闸打开测一下漏不漏电。先测电压，220伏正常，电压是肯定没问题。测的电闸下面的线路不漏电，2个都不漏。测线路短路没问题，都不短路。合闸送电。没烧的空调内机好使，烧了的空调还没换配件，上面的电路已经断开了。现在插座都有电了，至于其他的电器有没有烧的不知道。一般电压高了，烧这些充电器插头的多，现在电压没问题。好了，故障排除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